怎么了？饭菜不合胃口？哦，没有。是不是早晨不习惯吃米饭？正常来说，大家清早就喜欢吃粥，但我个人吃粥吃不饱，容易饿。榴莲也是如此，别看榴莲是女子，实际上食量大，饿得快，所以我们两人早晨都吃米饭。我也喜欢吃米饭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他猜到了。你是不是想问我你母妃的情况？先吃饭，吃完了再说。闲着也是闲着，边吃边聊就行。商妃娘娘她挺好的，看起来应该没生病，只是精神状态一般，多半是没有休息好。谢谢。谢什么？哦，对了，如果你愿意，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事儿啊？当然，涉及到你的私密，我不强求，我也只是单纯的好奇。吃完饭我跟你慢慢讲。好。榴莲姑娘，你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啊？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如果可以，李公子一会儿用完膳，能不能陪我再打几盘？啊，还打呀？不是刚刚才打过吗？刚刚我们百鸟院不是小吗？只能打单手，一点都不痛快。还有最后一局没打完就被小姐叫停了，我心里总好像吊着个事儿，意犹未尽。你到底是不是姑娘啊？让李公子见笑了。我也是害怕被小姐赶出去，而且你也知道，小姐脾气火爆，以后肯定要得罪不少人。我武功若是练不好，让小姐落入危险，我便是自尽100次都难辞其咎。好吧，不过刚吃完了，可不能马上打，得休息一会儿。好啊好啊，李公子有衣服要洗吗？或者有屋子要收拾吗？我帮你洗衣服，收拾屋子。就算是为了保护慕容姑娘，但差不多就行了呀。姑娘家家的，怎么就练成了舞痴了呢？不用，我没什么活干的。好的。你干什么去啊？您饭还没吃完，吃完后还得休息会儿，我先去跑2圈，练2套拳，热热身。别勉强自己，我只是单纯好奇，没有其他要事，我知不知道都不重要的。没什么，是我主动说给你听的，你可以去把那个瓜子拿来，边吃边听。不是，你的往事用小脚趾想想都肯定不幸福，你讲着你的悲剧，我嗑我的瓜子，你这不是侮辱我的良心吗？不是，你别误会，我怎么会侮辱你？只是因为你喜欢吃瓜子，更何况这么多年过去，再深的伤都已结痂，那回忆对我来说只是回忆，不算什么悲剧。好啦，我知道你冤枉，瓜子等回头再吃，刚吃完饭，我吃不下瓜子。好吧，如果你想吃，随时拿来吃，不用顾及我。你放心，我就没想过顾及你。我在宫里出生，虽然父皇最宠爱太子和四皇子，便是现在的陈王，但对我们其他兄弟也不错。总的来说，直到7岁之前，我过的都是平平无奇的宫廷生活。直到7岁一次高烧，烧了5天5夜，所有太医束手无策。后来我听说那5天，我当时所住的崇华宫紫霞漫天，我高烧几日，那紫霞便笼罩几日，即便白天也依旧能清晰可见。瑞王发烧烧出了紫气，难道意味着他是未来皇帝，威胁到了太子地位，所以皇帝一气之下把他赶出皇宫？继续说。后来我就出宫了，也没在上书房读书，而是去了国子监。等等，这段先别跳过去。我问你，你见到飞机和汽车是不是就在那次高烧里？是。也就是说你是发烧时看到的？对，病好后就再也没有看到那些古怪的东西了。你确定是发烧时看见，而不是发烧时想起？不是，虽然我记忆模糊不清，但这个还是能分辨的，绝对是我看到。若是突然回忆到什么，会有熟悉感，但我丝毫没有。我清楚记得，当时我看到那些古怪物时，十分惊愕，那种震惊，现在回忆时都能感受到。你觉得天上、云上有什么？有什么？是有神仙的皇宫，还是有别的？例如大气层。九霄云外应该有天宫吧？好嘞，得到答案。为什么问这个问题？有什么典故和渊源吗？没有，我就随口一提。你继续说，后来你病好后有什么改变吗？除了出宫立府，也就没什么改变了。每日往返国子监读书，后来成年后帮父皇办了一些差事，大多与买卖经商有关。烧伤呢？方便说吗？如果回忆太过痛苦，就不用说了。没什么不能说的。我记得那是3月时，我被皇上召进宫，我以为皇上有任务下发，便没多想。只是我没被召到御书房，而是被召到了一个略有偏僻的宫殿。当时我的猜想，可能是皇上要下发一个机密的差事，毕竟金银之事最易纳购，哪怕是贵为天子，也未必每1两银子
子都干净，皇上久等不来，我便越发忐忑，想了很多。下人送来的茶，不自觉也喝了不少。想来那茶里应该有问题，喝后不知不觉我就睡了去。等再醒来，浑身是火，多亏了云池找了过来，把我救了出去。实际上，云池身上也有烧伤。这火是谁放的？皇上？皇上后来派人调查，得到的结论是火是从小厨房烧过来，负责小厨房的太监已被乱棍打死。哼，好一个杀人灭口，死无对证。去把瓜子拿来吧，我们边吃边聊。你心就这么大？不是，和你在一起时不想气氛这么沉重。沉重点挺好，整天嘻嘻哈哈像什么样子？不许吃瓜子。好的。除了小厨房的太监引发火灾被乱棍打死，还查出别的了吗？有没有人假传圣旨？我知道你的猜想，起初我也猜想放火之人是太子或者其他人，但后来确认那口谕确实是皇上下发。也就是说，放火害瑞王的人100%是皇上啊！难怪瑞王一直称皇上为皇上而非父皇，想来是彻底伤心了吧？皇上怕你威胁他的皇位，所以干脆把你烧成废人。也许吧。我有个大胆的想法。什么？我在想，皇上并不是想要你的命，只是想把你烧残了，当不了皇帝。毕竟我听说，皇帝立太子时，对外貌上还是有一些要求的，不能太丑，也不能是残疾。不对，我收回刚刚的猜想，还有一种可能，皇上原本想直接把你烧死，但因为商妃娘娘知道了这件事，答应了皇上一些要求，所以把你烧残而未烧死。否则李云池也没有盖世武功，怎么就能在最恰当的时候出现在火场？听说宫里大内侍卫众多，绝非想闯就闯。既然皇上能单独把你弄到一个宫殿，而不是让李云池跟随，就有10000种方法拦着他。后来他能赶到救人，便说明皇上故意放他，更有可能是引着他过去的。和我猜的一样。我也猜到皇上突然饶我性命可能与母妃有关，这也是我见到你后突然放弃寻死的原因。我放心不下母妃。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吗？原本我想的是我死之前一定要再见一见母妃，但现在我换了目标，我想什么？我想和你天天在一起。但他知道如果这么说出来，慕容姑娘肯定不嫁他了。我会努力回忆出你想要的信息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用这信息吊着你威胁你，只要我能想到会第一时间告诉你。这样才对嘛！你努力帮我想信息，我努力治好你的伤，回头再想办法实现你的愿望，我们互相合作，走向共赢。不用共赢，只要你开心就好。在你心里我就这么没有良心？要开心就大家一起开心，自己开心没意思。好，如果这样的话，腿康复是不是也别站起来啊？否则皇上看见，搞不好又得下手。听你的。等等，不对，其实不用那么麻烦。反正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也给你交个底吧。之前和你说过，我的医术可以通过救人来升级，但哪怕是我的医术未毁时，也做不到把你的脸完全治好。就算是植皮，也有不少疤痕。所以，按照太子和皇帝的标准，毁容的人没有竞选资格。也就是说，你正常走路应该也没有问题。好了，严肃的话题说完了，可以把瓜子拿来了。你心是真大，还惦记瓜子呢？对，我喜欢吃。说另一件事吧，上回你说什么罗刹族准备造反，他们还造不造了？你有没有消息？皇上什么时候派兵过去？我还想去升级呢。消息称罗刹族开始蠢蠢欲动，皇上也命大元帅调兵遣将，大概率会让孙元帅出征。孙元帅，你和他熟吗？能让我混进去吗？你放心，一旦出征，我有办法让你混进去。在京城混进去吗？然后跟着大部队走？这个味道的瓜子真不错。不了吧，从京城跟着大部队出发太辛苦了，我打算等部队出发后我们单独走，之后和大部队在目的地集合，到时候只说你是军医的徒弟，他们不会拒绝，毕竟开战后会有伤员，没人嫌军医多的。我们？你也去？是啊，之前不是说好我与你同去，你也能顺便帮我治疗吗？哦对，确实说过，都怪这几天在昌宁侯府司的昏天暗地，我都忘了之前在别院说的话了。如今回想，别院的生活真是温馨又惬意，京城真是刀山火海啊。等你和离后来王府就好了。但昌宁侯说新婚半年内不能和离，有这说法吗？奶油的也好吃。确实有，我不着急。你不急我急呀。你说如果沈公基死了，我能马上和离吗？好的，某人手里的瓜子下掉了。我就随便逗乐，你别当真。我怎么会是夫呢？就算是是夫，也不会是你的。我们俩以后不是真夫妻，是合作的假夫妻嘛。如果婚姻期内夫君死亡，女子要守孝3年后
方可另嫁。3年呢？那算了，还是让沈空姬好好活着吧。哦，对了，这一打岔，我差点忘了我要说什么。我刚刚想说，你的病也不着急治，要不然你就别去了吧。前线兵荒马乱，肯定危险。军营是我给你找的，如果中途出了什么意外，或者你身份被暴露，我在的话还能帮你善后。你说的也对，我肯定不会到前线去，我在城里等你。如果前线被攻破，城里危险怎么办？那就和你一起死。不会，罗刹族到底只是个蛮夷部落，没实力与偌大西凉国对抗的。说的也对，那行，到时候一起走，我去前线，你在城里，只要战事不紧张，我就去城里给你治病。还有别的事吗？没有的话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，回头再好好聊聊。昨天入宫撕逼，沈夫人嚎啕大哭，沈公姬打击抑郁，青天侯府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。我出来时间太长不太好。你说的对，你先忙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这个给我的。这个那个。慕容朱雀了然，拿起小碟，张大嘴一仰头，把瓜子仁都倒入口中。睡了。扔下小碟之后就走了，看着女子潇洒的背影，脸上的赤红慢慢转为粉红，唇角愉悦的勾起。出了房门，来到院子，却见朱榴莲和李云池打得正欢。慕容朱雀没有打扰，就站在屋檐下观赏了一会儿。朱榴莲输了，被李云池一掌拍出老远。榴莲，你没事吧？榴莲姑娘，真是抱歉啊，是我的错，你打我10下，我刚刚以为你能躲开的。小姐，奴婢没事，您别担心，奴婢真没事。你真怎么回事啊？和姑娘家切磋就不知道点到为止，就不知道怜香惜玉，就你这个德行，活该一辈子单身狗。小姐，求小姐了，您别责怪李公子。如果李公子手下留情，让奴婢去哪找对手呢？奴婢真的没事，奴婢想练武。好了，我不骂他了，不就是打伤吗？只要给你6口气，我就能救活。当初那个死变态虐你，我都救活了，更何况单身狗。求小姐别骂李公子是单身狗好吗？否则李公子生气了，就没人陪奴婢练武了。奴婢真的想练武。不，慕容姑娘随便骂，小人不敢生气。好吧，你能走吗？我们要回去了。小人送2位。行，走吧。该死，慕容姑娘说的没错，果然活该，一辈子单身狗，对姑娘也能下得去手，而且什么地方都拍，那么重要的地方拍坏了怎么办呢？该死的李云池，看姑奶奶不去剁了他！小姐息怒，切磋哪有不磕磕碰碰的，这很正常的。正常个屁！他也不看看打了什么地方，女子这地方是能受伤的吗？哎呀，气死我了！你看我去踢他下3路，我让他长长教训。哎呀，求您了，小姐，李公子不是故意的，而且李公子从前应该也没和女子切磋过。对呀，我也没和男子切磋过，所以踢他下3路没问题。你放开，我要去踢死他！哎呀，小姐，真的别生气了，不知者无罪。你先为奴婢检查一下，如果没坏，就饶他一次吧。啊，下回切磋，奴婢肯定先和他说清楚。如果下回李公子还敢打奴婢这里，那下3路奴婢来踢，奴婢力气大，保证一下子送走他子孙根。好吧，一言为定。奴婢绝对不脚软。榴莲，我可能要唐突你一下，要检查你的乳腺。小姐，你尽管检查。慕容朱雀仔仔细细的检查之后，确定没有伤到，这才狠狠松了口气。唉，真是仇人，挨打了我还心疼，不挨打还练不成武功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奴婢在成王手里都能活下来，说明命大着呢。小姐别为奴婢担心。再者说，奴婢时不时受伤，小姐还能刷经验呢。就靠你这小蚊子腿，算了吧。小姐，去前线会不会危险啊？肯定危险，刀剑无眼，谁管对方是士兵还是大夫？但该刷的经验还得刷。奴婢懂，奴婢这么努力习武，也是受小姐启发。因为奴婢发现这世道本就对女子不公，如果女子不拼了命的进取，便好似大浪中的一片叶子，只能任由风浪卷到未知地方，毫无反抗之力。而努力掌握一技之长后，便如同扎了根，无论风浪多大，只要根系足够结实，便永远不会被卷走。可以呀，现有这么大的感悟。奴婢是向小姐学的。别胡说，我可没教你。有人在吗？榴莲姑娘在吗？好像是李嬷嬷，她来做什么？我去看看。别，小姐是主子，怎么能亲自去开门呢？掉了身价，奴婢去。请。朱榴莲一脸高傲的将李嬷嬷引了进来。李嬷嬷一进来就闻到一股子药味，焦急道：“少夫人，您受伤了？”没有，是榴莲受伤。
说吧，你来有什么事？回少夫人，安定侯府二小姐狄莎莎来了，说要见您。狄莎莎，她来干什么？狄二小姐说她包了雅间，想请小姐去酒楼吃个饭，以作赔罪。赔罪？狄二小姐什么时候得罪小姐了？是这么回事儿。唐念约出去补妆时，原本我想跟着来着，但狄姑娘拉住我说看新主语的画作要钱，所以我就没有去。那确实，如果当时小姐跟过去，唐念约就不会跑到皇后面前告状了。其实也不怪他，如果我想甩开他，有100种方法，当时还是我自己犹豫了。走吧，去会会他。李嬷嬷，你有什么话说吗？回少夫人，没什么话说，奴婢就是想问您要不要了解下世子的情况，您问什么奴婢就答什么。世子他知错了。没什么想知道的啊。不对，虽然从道理上讲沈公姬不会自尽，不过李嬷嬷你还是盯着一点，如果他轻生必须要拦下来。是少夫人，少夫人您放心，奴婢一定照顾好世子，世子定会回头是岸。哼，别闹了，他回不回头可跟我没关系，我不想让他死，是因为他死后我还得给他守孝3年，耽误了我和离进展。慕容姐姐，您来了。怎么叫我来了？这里是我家，明明是你来了。听传话嬷嬷说你要请我吃饭。对，昨天是我的不对，如果不是我，昌宁侯府也不会遭受陷害。哦，你怎么知道侯府被陷害？这件事还没有传开吧？你不是说你们安定侯府这2年衰败的厉害吗？如此衰败，还能把坤宁宫的消息打听出来？慕容姐姐，我错了，我也是逼不得已，我很害怕。说吧，谁让你来的？狄莎莎咬了咬唇，吓得面色更苍白。有什么为难？你不说，一会儿我也自己能见到他。我让你说，也只是想验证一下我的猜测而已。小姐猜到了，我害怕我说了，慕容姐姐不去。为什么不去？他通过安定侯府找到你，说明就没打算暗杀我。既然没有生命危险，还能吃一顿好的，没有理由不去。说吧，到底是谁？太子殿下。太子？我以为是九皇子。慕容姐姐，您去吗？你哭什么？我刚刚不是说了会去？再说，就算我不去，太子还能弄死你。你好歹是安宁侯府的小姐，他就那么无法无天？不是，慕容姐姐您不知道，我也是偷听父亲和母亲的对话才知道，太子看起来儒雅又温和，其实手段十分毒辣。只要不顺从他不会直接杀人，却会用各种方法让对方家破人亡。我爹还说，宁愿得罪皇上，也别得罪太子。啊，那么阴毒。行吧，我们走。小姐，3思。3思有用吗？300思也改变不了现实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大不了我知道太子厉害，少对他2句就行了。明知道太子不是好人，小姐还少对几句，明明应该不对的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不对总行了吧？你家小姐我是勇，但不是莽夫，敌强我弱时，我也不会找死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如果我真找死，也不可能和公姬拜堂，而是半路跳下花轿，揪着沈公姬的耳朵，把她拖回侯府了。朱榴莲这才狠狠地松了口气，转念一想，确实是她杞人忧天了。小姐看起来嚣张，但一路走来可不全是凭运气，小姐是知晓收敛的。慕容姐姐，你真的不怨我吗？怨你干什么？你只是个传话筒。再说，我和太子无怨无仇，他请我吃个饭而已，不至于。雅间内，莎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慕容姐姐，妖演的这么逼真吗？少见多怪了吧？听说小姐刚嫁入侯府的时候，那楚楚可怜又招人恨的样子，演得更逼真。慕容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太子殿下，我要不要给太子殿下跪地问安？哎，本宫微服在外，不用多礼。哦，好的。皇兄，他这么乖，您信吗？你说呢？皇兄肯定不信。惊扰慕容姑娘了，因为晚宴的一些事儿，外加皇帝也有事要见你，所以本宫便通过狄姑娘邀请你过来。啊，原来如此。坐吧。好的，谢谢。莎莎，你来，坐这儿。今日这一层楼，本宫已经包下了，如果狄姑娘想去别的雅间，可以自便。这里聊天比较吵，我知道你喜欢安静，去吧。慕容姐姐，你自己在这儿行吗？这不是还有太子殿下和九皇子呢吗？外面还有那么多大内侍卫保护，我能有什么危险？那我在隔壁，你有什么事情就喊我。好的，去吧。如果真有什么事，还不一定谁帮谁的忙呢。她是我的贴身婢女，
我的事他都知道，不用避讳。太子见对方这么说，便也没有为难。慕容姑娘饿了吗？用不用先让他们上菜？回太子的话，我还不饿。如果殿下和九皇子殿下饿了，可以传膳。啊，我们也不饿，那就开门见山吧。本宫问你，南李相之役是你和你的丫鬟处理的吗？回殿下，是的。